嗨，大家好，我是教徒。為什麼會有桌上這些東西呢？那是因為我的 9800X3D 又要搬家啦。因為現在的 GT502 裡面的空間是塞爆狀態，偶爾線材甚至會卡在風扇上面發出噪音，加上這邊的音碟架真的是有夠擋風，一顆風扇就這樣被遮蓋住了，散熱怎麼會好？所以這次的改造目標就是解決這些該死的線跟風道問題，就買了喬斯伯利比系列的一體式風扇，再順便跟 J9 收二手的 OC Vision Compact 聯力機殼，想說搬個家順便做個大整理。原本是一個簡單的小升級啦，不過微星突然邀請我體驗他們家新出的背插主機板跟他們的360水冷，為了裝機方便，還多借我一顆850瓦的全模組電工，實在是令我受寵若驚。沒想到本頻道一個 TOP 的愛好者，第一個合作對象竟然是微星。那也借這個機會澄清一下，上次我的 RTX 5060 鈦 16GB 開箱，有在巴哈 po 了一篇開箱文，被很多人質疑我是在業配吹捧那張顯卡。其實我真的很不理解，因為文章大部分時間都在講我對50系顯卡的看法跟實際的遊戲測試。微星那張卡也是開頭簡單介紹一下外觀跟測試一下噪音散熱能力而已，說一下自己的看法，怎麼就變吹捧了？所以這邊我就把我的註冊截圖 po 上來給大家看。這張卡真的是跟朋友借的，到時候也是要還回去。只是我跟他關係還不錯，加上我的4070在他那邊他可以使用，所以我可以借久一點。那嚴肅的事情說完了，那我們來看看這次要開箱的東西吧。首先呢是聯力的 OC Vision Compact， 這次的拆卸設計依舊延續之前我使用的 OC Air Mini 螺絲固定方案。拆下來本身算方便，但依舊比不上 GT502 按一個鈕就能解決的超快設計。頂部面板有兩種可以選擇，一個是現在看到的網狀面板跟它的風扇模塊，另一個是玻璃面板。然後要使用頂部玻璃的話，這根支柱一定要拆下來，避免影響安裝。底部进去濾網可以從旁邊抽出來，相當方便。再來看一下機殼後面，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擋到風扇，這就是我這個 DIY 玩家最基本的需求，這不困難吧，華碩？那擴充方面，後面的硬碟容可以裝2顆3.5寸的 HDD 或2顆2.5寸的 SSD， 解開一個螺絲就能從卡榫上拿下來，非常好拆裝。但使用背插主機板的話，不管有沒有要用，都必須先拿下來，不然安裝會影響主機板走線。再來看一下這完美的側面進風，不會有任何一個風扇被擋住，可以裝360水冷，也可以裝3顆120風扇。不過好像有點小鬆動，等裝好再看有沒有雜音。中間硬碟板部分使用磁吸固定，可以直接打開，非常方便，可以裝2顆2.5寸的硬碟。關上還有長線的效果，相當不錯。好，這邊就是 OC Vision Compact 活動側板全部拆掉的樣子。前面的玻璃擋板呢是鎖在機殼上，沒辦法拆卸的。上面小小凸起的一塊是頂部玻璃面板的支撐區，最重可以承重35公斤。實際安裝後，因為少了之前的支撐柱，越往前玻璃晃動越大，但運作上不會有任何影響。再來喬斯伯利比系列一體式風扇，實稱雙11在京東買的，價錢只有台灣售價的2/3，有撿到便宜。那這一次我買了 DB360、240跟120，打算把之前的 TOP TR120 全部換成喬斯伯的一體式風扇，來減輕線材的數量。規格部分，如何辨識利比系列風扇的正反向也非常簡單，尾椎是 B 的就是正向， BR 則是反向。那這款風扇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就是它的 RGB 燈珠很多，很炫炮，但也很耗電。如果你使用的主機板只有一個 ARGB 插座的話，你一定要算得非常清楚。像我手邊這一組 DB360，總共 LED 燈就來到95顆，需要 6.75 瓦的瓦數，而一個 ARGB 插座最多只能提供15瓦的供電。
以DB360來說，裝到第3組，有些燈珠就不會亮，需要特別注意。不過現在主機板不要太蓋，基本都有2個以上的插座，不用太擔心。真的不行，喬斯伯也有出使用SATA供電的燈光控制器，不用擔心電力不夠用，只是要再多花點錢。那LIBI系列風扇設計元素主打就是無線鏡的設計，不管是風扇的中心還是側面的邊框，全部都有 ARGB 無線鏡，才需要這麼多的燈珠。接頭部分則是基本的風扇4 pin 跟 ARGB 的3 pin， 單顆看起來沒有感覺，但如果是DB360的話，你就會看到這3顆風扇連在一起，中間沒有任何的接縫，而且只要一組4 pin 跟3 pin 的供電線就全部搞定了。在之前的 TR120，這是完全無法想象的。对，光是3顆就要這麼多線。喬斯伯的一體式風扇真的是我的救星。噪音部分也是可以接受，平常的生活噪音大概有40 dBA 左右。風扇最低轉速約700轉，噪音依舊維持40 dBA 左右，代表運作聲音比環境音還要小。反向扇最高轉速1800轉，大概在55 dBA 以下。那這邊是在機殼外面測，裝上機殼蓋上側板，聲音還會更低。實際看DB360的運轉模樣，真的是越看越喜歡，完全的一體成型，沒有任何的拼接痕跡。尤其是 ARGB 無線鏡燈效，燈珠的用料真的沒在跟你省的。風扇的任何一個面都非常的漂亮，我很喜歡。再來是微星的 MAG X8701 Tomahawk Max WiFi 霹靂。哦，它是我拿過最重的主機板，感覺用料超足，散熱應該會很強。銀白配色主打白色控市場，真的是亮到相機都拍過曝了。但我其實是個黑色控，身邊零件能黑就黑，大家看我影片應該也能感受到吧。所以這次因為零件關係，我會黑白混搭。這個主機就叫它為熊貓機吧。那既然是微星家的主機板，就不得不提到他們的記憶體相容性了。是4大板廠裡面主機板記憶體相容性最多、超頻能力還不錯的廠商。這款新出的貝茶主機板也不例外。現階段支援 DDR5 記憶體，已經能支援到雙通道8400的頻率。有剪輯大容量需求的話，最大也有6400頻率、64GB×4的支援度，256GB 的大容量啊，想想都會笑。不過還是要提醒一下，在購買機體之前，務必看一下機體支援清單，才不會發現買了開不了 ESP 哦。那這款是貝插主機板嘛，所以主機板接口像是主機板的24 pin、CPU 的8 pin，全部都改在主機板背面，接口在背面裝機也會比較方便一點，不用特別走線跟長線，無腦裝就對了。另外，微星有對自家產品做一點優化，就是他們獨家的 ED 卡，分別有 JAF 1跟2。1的話，簡單來說就是把 ARGB 的3 pin 跟風扇的4 pin 做一個整合。JAF 2又多整合了一個 USB 2.0，算是3合1，並且向下支援 JAF 1連接桿。那這張主機板有內建 JAF 2插座，可以支援這次的水冷等等來試一下。現在先來看一下這張主機板的 I/O 配置，它有9個 USB Type A， 3個 Type C， 算是主流配置，中規中矩。3個 Type C 有2個支援到40 Gigabit， 這也是 X870 跟 X8701 旗艦晶片的專屬標配了。M.2 部分總共4個 M.2 插槽，上面2個都支援到 PCIe 5.0 傳輸，另外2槽支援到 PCIe 4.0。相比一些初階的 X871 主機板，只有3個 M.2， 或只支援1個 PCIe 5.0。微星這一張算是給的相當有誠意，給好給滿。但是有沒有 CP 值，還是得看台灣的上市價格。再來是微星的 MPG CoreRequest P13 360水冷。那我自己本身算是個水冷小白，目前使用過的水冷只有之前開箱的利民360 ARGB 寒冰裝架。我對水冷的要求其實也非常簡單，就是要好裝，散熱別太差，加上要有小螢幕來監控我的電腦數值。外觀倒是還好，畢竟每個人審美都不同。水冷線材部分呢，有微星獨家的 ED 抗接口，整合了 ARGB 3 pin 跟風扇的4 pin。
當然，非微星主機板也有一般的 ARGB 3 pin 跟風扇4 pin 可以用，加上水冷頭的4 pin 線跟螢幕的 USB 線，總共就是這幾條。跟我之前使用的寒冰裝甲，每個風扇都有一個3 pin 加4 pin，完全是不同世界，我超喜歡。而且他們還有引線設計，直接將水冷頭的電源線跟螢幕訊號線藏在編織的水冷管中。我之前的寒冰裝甲就沒有這個設計，再怎麼長線，就是會有一坨線外露在水冷頭旁邊，非常礙眼。小螢幕也是直接整合到水冷頭上，不用再額外的安裝，非常的省事。扣具部分呢，微星也幫我們想好了，直接整合在水冷頭，而且還是双合一扣具，支援 Intel 的1700跟1851角位 ，AMD 則是支援 AM4 跟 AM5。整體下來，這款水冷真的有替 DIY 用戶着想。至於最重要的散熱部分，等一下煮完也會測一下。接下來是微星的 MPG A850GLS 電工，線材使用編織線，這種線算是現在高階電工的標配，手感非常的好，隨便凹，任意走線都難不倒它。電工規格部分有基本的主機板供電，4組的 SATA 跟4組的 PCIe 兼 CPU 供電，1組12伏 High Power。零件大致介紹到這邊，那9800X3D 搬新家的過程正式開始。SSD 散熱片從旁邊就能進行快拆，壓下固定。記憶體使用支起的烈焰槍 CL286000頻率32GB×2。裝水冷前，先把主機板扣具拿下來，換上水冷零件，直接用手把它鎖上去。好了之後呢，裝上機殼，一體式主機擋板依舊幫我省了不少時間。解開機殼底部風扇模塊，直接在上面鎖力逼240反向扇，再裝回去，鎖上螺絲，整個線就好了，真的非常快速。再來是後排風，安裝水冷排也是使用快裝模塊，散熱膏這次使用 TF7，鎖上水冷頭。再安裝力逼360當做主要進氣，鎖4顆螺絲就能結束安裝，真的方便，不愧是一體式風扇。再來安裝微星電工，這個嗎？很明顯我沒有整線的天賦，沒關係，把硬碟架蓋上來，至少就不會這麼醜了。最後安裝跟朋友借的 RTX 5060 Ti 16GB， 一切大功告成。雖然我很想這麼說啦，但我犯了一個錯誤。後排風這邊我有點裝太高了，現在我們要稍微把它往下移。哦，各位，這實在是太漂亮了。雖然一開始我擔心黑牌配色會不會不太搭，但看起來是我多心了。整台電腦看起來相當的協調，而且沒有任何雜音，會這麼漂亮。最主要的工程當然是背插式設計的主機板，可以把線藏到機殼後面，讓整台電腦看起來相當的簡潔有序。水冷的引線設計則是補上最後一塊拼圖。如果繼續使用之前的360寒冰裝甲，效果會打一點折扣。
水冷投螢幕。雖然我個人是喜歡方形的，但我得承認微星水滴曲面玻璃設計真的非常漂亮。圓形的 2.1 寸 LCD 螢幕，除了能播放即時監控、自定義影片，還能當作副螢幕。那我自己本身有玩桌寵，這個功能確實可以讓我的桌寵有一個自己的小小天地，但我還是覺得這個副螢幕的實用性對一般人來說並不太大，大部分時間還是拿來監控電腦溫度會比較實用一點。雖然當副螢幕用途確實不大了，但有一個極端的狀況你一定會感謝它，就是當螢幕壞掉的時候，系統會強制這個水冷頭變成主螢幕。如果這時候你工作到一半，就可以操作這個小小的螢幕儲存並安全的關機。當然我希望大家不会遇到這種狀況，但如果你遇到了，並且又是使用微星的這款水冷，我想它會幫你一個非常大的忙。整台主機目前下來只有一個小小的遺憾，就是顯卡供電線這部分呢，一定要買背插顯卡才能解決。但現在背插式顯卡選擇真的是又少又貴，為了少那一條線，需要多花了好幾千塊，我個人覺得不值得。以現階段來說，單買背插主機板跟機殼就行了。背插主機板跟一般的主機板價差甚至不到1000塊，背插機殼則跟一般的機殼差不多，各種價位都有。最後再搭配一體式風扇，質感直接拉滿。這樣子下來，對比一般的裝機花費，也就是多主機板的那一點錢，並不算太貴。我認為這搭配有機會成為未來的主流，不知道大家怎麼看？最後是測試環節，水冷部分在沒有調整任何 PBO 的情況下，使用 IDA64燒機，噪音部分在40 dBA 以下，溫度67度還算是不錯的。但壓力更大的 R23 風扇會全力運轉，噪音來到了46 dBA， 溫度最高來到了84度。再次提醒一下，這是沒有調整 PBO 的情況。調整後溫度會更低，但能低多少還是要看 CPU 的體質。不過即使沒有開啟 PBO， 9800X3D 依然沒有撞到溫度牆。R23 多核成績來到了22372分，單核心2059分，跟之前測試的成績差不多，甚至高那麼一點點。微星的水冷還是有一定戰力的。至於記憶體效能部分，使用 IDA64跑分，單開 EXPO 其實跟之前測的主機板差不多。不過微星主板有很多專屬設定可以調整，這次我們來試試看。先把基本的 EXPO 加 FCLK 設定好，機體分頻設定1:1。到目前為止，按 F10儲存就是剛剛測試的數據。這次我們多加機體 Higher Efficient Mode 裡面的 Tiles 優化機體參數。加上機體殺手，據說可以大幅降低延遲。加上微星另一個超頻功能 Memory Trace It， 它會根據機體提供不同於 EXPO 的參數，可以試試看，但不一定保證成功。接着來到電壓調整，因為之前開啟了機體優化參數，這邊電壓會變高，所以我們把 1.4 伏調整到相對安全的 1.35 伏。更低的話，大家也可以慢慢試。上面紅色的 1.4 伏是這組機體的預設電壓，不需要動。好了之後按 F10儲存，雖然感覺沒幾組設定，但微星其實已經在底下動了相當多的參數。現在儲錯燈已經開始顯示主機板溫度了，應該快好了。試一下 IDA64 機體跑分，看來微星降低延遲功能確實有效，延遲只剩71奈秒，機體讀寫也有小幅提升，是我試過這麼多主機板表現最好的一次。微星的機體超頻設定確實對我這種機體超頻小白非常友善。那以上就是這次9800X3D 搬新家的計劃。也感謝微星讓我提前圓夢組台背插式主機，雖然幾天後時限到就要還回去了，不過也因為這個機會讓我確定我的機殼升級方向是正確的。背插式主機真的超級讚，又好組又好長線，重點是超級漂亮。未來有機會我一定會入手一張背插式主機板。至於背插顯卡嘛，就再等等吧，現在價格真的是有點貴。我是教徒，感謝大家看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對貝茶室主機有什麼看法呢？歡迎在底下留言，我們下次見，拜拜。